作为一个大学老师，首先要有自己的科研成果，要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成果呢应用于教学。做教学呢一定要认真，要备好课，要准备好教案，要准备好那个比较好的一些案例，特别是工程方面的一些案例，编程方面的一些案例，这样呢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另外呢，作为一个老师呢，还要做好那个毕业设计工作。现在的毕业设计呢，跟以前不一样，毕业设计的一些操作都要在网上进行，所以呢，一些文档呢跟以前的呢也不太一样。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如何做好这个各方面文档的管理。课题对高校老师来说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课题，你就不会有科研经费，就没办法购买设备和耗材，发表论文也比较困难。因为发表一篇论文，你没有支撑的课题编号，往往就是难以发表。现在就当前的这个现状，没有课题，没有论文，就是评不了职称。评不了职称的话，你就也报不了高一级的课题。所以这个课题呢是很重要的。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呢，申报课题的时候呢要耐心。一开始呢就是说从小课题开始申报，然后呢逐渐呢报高一级的课题。一般来说呢，课题的这个目录呢，我们大目录，比如说是基金申请，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些课题管理规定的要有一些课题管理规定的一些素材我们要有一些课题管理的一些规定，然后财务的一些规定，一些常规的目录，然后呢我们将每年需要申报的课题它的要求给写下来。对于申报成功的课题呢，中间材料呢，过程材料呢也非常重要，因为提题的时候也是需要的。比如说那个经费材料呢也要很清楚，因为现在报销一张发票呢是很困难的，还需要有银行流水、发票，甚至淘宝的购买记录。有了课题经费呢，我们就可以方便的指导硕士、指导博士，支付他们的劳务费。关于这个对于论文呢，发表论文呢也是高校教师的一个重头戏。平时呢就是说有哪些期刊杂志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收录好，有一些参考的论文，然后呢将每一年你发表的论文都要保存好，原始版都要保存好，到时候呢就是说可以参考可以复制参考。另外每一篇论文的这个课程资料呢每一篇论文的课程资料呢也要准备好。因为那个就是说发表一篇论文，它的录用通知书，还有那个杂志的封面，还有那个发票电子版的这些东西，还有银行的流水记录，这些东西呢报销的时候都是需要的。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教学。对于教学的目录呢，我们经常一些常用的教学一些文档工作量的一些规定学校的教学管理的一些规定，还有以后呢要做那个精品课建设的一些资料，教学评估教学团队建设，这些呢通用的一些资料呢要有。到时候的话呢就是说随时可以参考，有利于你快速的完成你的工作。另外呢就是每个学期的课程有哪些资料你都要准备好。怎么备课，每一门课程怎么备课，它包括哪些内容比如说这个它的那个这一门课它呢就是说成绩与考试的总结，教材评价表，教学是组织的，怎么组织的，期末的一些作品，实验报告，实验场景，还有那个这个考试的一些教案考试的这个教案，这些呢到来年的时候呢都可以进行参考。我们每做一项工作呢，最好呢都要留下纸面的材料这样就是说有利于你进一步完善你的工作。下面呢我们讲一讲毕业设计的一些工作。毕
毕业设计呢也有一些常规的工作，比如说一些基本的要求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我们每一年呢，就是说每一次毕业设计呢都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呢可以将它呢就是说记录好。以前呢就是说看同学的毕业设计呢，就是说比较简单。现在呢我们毕业设计工作呢也包括学生的毕业实习，还有那个毕业设计的操作呢是在网上进行的，毕业实习呢也是在网上进行的这个你的学生的一些资料、学生的情况，还有一些现在也要管这个学生的就业情况，还有评阅、答辩各种资料的东西。最后呢还要推荐这个优秀毕业论文，还有那个毕业论文通过反复查重修改以后的最终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将我们这个工作目录呢，我们不断的进行完善，然后来年呢，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目录呢，我们进行填空就行了。我们以这个为例，我们呢来做一个目录的一个复制工作。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就是复制这个目录。现在我就浏览栏呢，我找到我们这个目录，也就是一盘的，找到那个一盘的那个授课，然后这是这个学期的这个学期的授课，确定，然后呢 copy， 然后呢有2018个子目录被创建了这个工作量是挺大的现在我们看一看它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创建了一个就在这个当前的目录下面，并行的这个目录下面呢，创建了这个目录，加上了一个毕业开，这个目录呢是空的到时候呢就是说你可以将它改为什么呀？可以将它改为2022到2023第2学期的目录，然后只要进行填空就行了，很简单只要进行填空就行了可以看到这个目录呢，里面的内容都是空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呢都是空的就是说你按照这要求去也按照这个要求呢去填空就行了。下次启动这个程序的时候呢，这边是原来的目录可以方便大家使用。我将这个程序放在视频下面的链接中，欢迎大家下载使用。Over。